这年夏天，河北省某县的一幢楼房里，妻子对丈夫说：“老张，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老太太越来越傻，还天天唠叨个没完。你现在当局长了，更没时间照顾她了。再不送养老院，那这日子可真没法往下过了啊！”丈夫坐在沙发上，紧锁眉头，沉吟了半晌，用手一拍大腿：“哎，好吧，就依你的，暂且把他老人家送养老院。”这位丈夫名叫张春和，上个月刚刚升任水利局局长。他的妻子任银杏是主管财政的副县长。他们口中的老太太是张春和的母亲，任银杏的婆婆。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就死了丈夫，独自拉扯儿子长大。近1年来，老人家开始出现老年痴呆的症状，因此这儿媳妇任银杏就很烦她，天天催着丈夫张春和把老太太给送走。张春和把老娘送到了城东头的养老院，安顿好母亲之后，他独自开车往家走。这时候天已经黑了，他并不着急回家，因为跟妻子任银杏在一起，他一点也不轻松。当初是自己想当官，为了借助岳父的力量，这才娶了任银杏。张春和边开车边胡思乱想呢，车窗外就下起了雨。雨很快下大了，他把雨刷器开到了最快。忽然，在车灯的照射下，一个佝偻的人影出现在车前不远处。张春和本能地放慢了速度，可还是很快到了那人的跟前儿。原来是个老太太，佝偻着身体，丝毫不理会驶过来的轿车，继续慢悠悠横穿马路，眼看就快撞上了。张春和没办法，赶紧踩下刹车。由于雨大路滑，汽车在距离老太太仅有半米远的时候才完全停下。车刚停稳，就见老太太扑通一声倒在车前，挡住了张春和的去路。张春和心想，莫非这是碰瓷儿的？有心绕过去接着赶路，可又一转念，不行，万一要不是碰瓷儿的，老太太倒在这马路中间，还下着大雨，太危险了。于是他打开车门，下车来到老太太近前，蹲下来一看，大吃一惊，就见这个老太太侧身躺在地上，双眼紧闭，头发花白，一身破旧的衣服已经全部湿透。关键是这张脸，这不是我娘吗？张春和被吓得浑身一颤，不知道是因为下雨太冷，还是过度惊恐，他浑身直打哆嗦，上下牙嘚嘚嘚不停地相互碰撞。可他毕竟是个大男人，迟疑了片刻之后，赶紧把老太太抱着放到车里后排座上，挂档踩油门赶奔县人民医院。医生在急诊室抢救，张春和在门口急得来回打转。这时候手机响了。喂，刘秘书你好，我是张春和。刚才我在外面，雨声太大没听到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原来因为暴雨，大河那边出现汛情，眼瞅着就要超过警戒水位，县长正在一线亲自指挥，发现相关干部都到了，唯独张春和没在，这才发了火，说如果10分钟之内不能赶到的话，就撤他的职。张春和不敢怠慢，立马驾车赶往防汛抗洪第一线。第二天早上，雨慢慢的停了，经过1个晚上的奋战，总算是保住了堤坝。张春和昨天没有吃晚饭，后来又淋了1个晚上的雨，他就发起了高烧，被送到县医院看病。医生给他输上液体之后，张春和就问大夫，昨晚上急诊的那个老太太现在怎么样了？你是说那个老人家呀？很不幸，刚刚断气，
医院正想联系昨晚送他来的那个人呢。张春和一听，犹如五雷轰顶。虽然他还没有想明白，为什么分明他把老娘送到了养老院，而老娘却又出现在他回家的路上，可那长相和身形分明就是自己的母亲呀。所以他不顾一切，拔掉针头就跑向急诊室。一看，老太太的确已经死去了，但是他又仔细观察，发现老人的鼻子边上有一颗黑痣，这是他母亲没有的。另外，这个老太太身上穿的衣服分明就是一个叫花子，和他老娘也不一样。张春和猛然一拍脑门，给养老院打了个电话，确认母亲就在那里，这才完全放心。心想，哎呀，看来这个世界上真有长相一样的人呢。经过这一惊一吓，张春和的高烧倒是退了一些。输完一瓶液体之后，他便拖着疲惫的身体打算回家睡一觉。万没想到，一进家门竟然撞上了他的办公室主任小王，正在他家的卧室里和他老婆任银杏做最不应该干的事情。小王吓得魂不附体，边哆里哆嗦的穿衣服，边苦苦哀求：张局长，我只是汇报工作。张春和心说，你当我瞎呀？有这样汇报工作的吗？滚出去！张春和的眼睛盯着妻子任银杏，手指着门外，将小王轰了出去。小王回去就写了一份辞职报告，溜之大吉了，咱不必细说。而任银杏呢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边慢条斯理地穿衣服，边说：老张，你自己不行，还这么大火气，你有意思吗？啊！此时的张春和已经气得全身颤抖，真想给任银杏一个耳刮子。可他抬了抬胳膊，又把手揣进裤口袋里了，因为他想到了自己的老丈人，要是打了他的女儿，我这顶局长的乌纱帽恐怕明天就得摘下来呀。这时候，屋外天空中嘎啦啦一声炸雷，暴雨再次开始冲刷全县的大地。张春和一转身，迅速冲进雨里，赶往抗洪一线。2个月之后，汛期结束，张春和跟任银杏和平分手了。张春和坐在沙发上，看着空荡荡的客厅，低头瞅了瞅手上的离婚证，眼睛有些湿润，嘴角露出了一丝苦笑，心想：人都是为名为利，我就为了当这么个破官，玷污了自己的感情，毁了自己一生的幸福，不值啊！又一想，哎呀，2个多月了，一直都没去看过老娘，我真是不孝之子呀！想到这儿，他猛然站起身，出门开车直奔养老院。母亲的病情又重了许多，现在都不认识儿子张春和了，手里捧着一包已经受潮发皮的爆米花，不停地说：谁也别和我抢，这是留给我儿子吃的，这是留给我儿子吃的，他最爱吃爆米花了，他爱吃爆米花。看着自言自语的母亲，张春和再也忍不住了，流下了滚烫的泪水。娘，儿子不孝啊，儿子是来接您的，咱们回家，咱们回家。